咱们又有一项和“十二五”规划有关的政策草案的征求意见稿截止了征求意见，是什么呢？整个这个征求意见稿的名字叫《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就是说呀，在“十二五”期间，咱们这个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得怎么建立？这也是这届政府呢在这方面明确出台的这么一个文件。这里边规定呢有些新东西，以前从来没有过。就是在“十二五”规划，这不2011年到2015年这5年间吗？要做到每1000个居民有30张养老的床位，要在这个期间呢，全国增加300万张养老的床位，而且要实现呢城市全覆盖，乡村呢覆盖一半。有人说这个不这几年喊着社会养老，社会养老，这有什么奇怪的吗？这可不一样，各位，在“11·5”期间，咱们政府的投入是多大的呢？在医疗上大概投入了8000个亿，可是养老上政府基本上没有多大的投入。那么这个“十二五”规划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政府要在养老方面花钱了。而且这个规划的征求意见稿里明确规定了，就是说这个钱要由地方政府出，也就是说国家要在养老上下大力气了。有人说为什么这个政策转变这么大呢？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转变不行了。为啥？现在我们国家呢总共是60岁以上人口 1.67个亿，那么这仅仅是暂时的数字，因为我们这都知道80后一代他们的父母50多岁了，再有5年功夫都退休了。那么80后独生子女多，小两口得养活多少？4个老人，到那个时候养老问题会更加突出，就基本上会酿成一定的社会问题。而我们以前老梁说天下节目也给大家讲过，咱们现在养老金的储备各方面并不充足，亏空非常大。所以说你要等到那个时候再去解决养老问题，为时已晚了。也就是说，养老问题是现在政府必须考虑、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非常重点的问题。那么以前等于政府在养老问题上呢没有投入太多。那好，从这个规划开始，从“十二五”开始，在养老上国家要大把大把的拿钱了。那么这个拿钱的概念呢，就是呢，主要由地方政府出，然后中央政府给予补贴。最主要的行为是什么呢？我们说就是建立公立养老院，就是国家的养老院。说以前咱们不也有公家养老院吗？哎呦，这公家养老院呢，咱们可能好多朋友啊没有到养老院去看看，全国范围内很不理想。为什么不理想呢？公立养老院一个是少，他只收什么呢？城市里头的3、5老人，没工作、没户籍、没儿女这样的，也没收入。农村的什么呢？5保户，也大多数没儿没女，而且是好多生活不能自理，只是收这些人。那么对于这些人以外的有儿有女的老人，这个公家养老院就爱莫能助了，因为规模小嘛，这家数也少，而且这样的养老院有的时候管理很成问题。为啥？公家的嘛，都是事业单位编制，有的时候在管养老院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好好干活，所以公家养老院的问题非常大。这是。那么这次呢，说政府给拿钱了，说这拿钱了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远远不是那么回事。有好多专家就这次“十二五”规划里边，政府拿出大把的钱要建公立养老院，提出了不同看法。就说如果这个养老院呢要都由国营来管的话，恐怕问题还很大。为什么呢？我们大家也知道，改革这些年大家很明白一个道理，国营单位一个是容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干活，第二个容易什么呢？容易滋生腐败问题。因为这个钱呢注入到养老院里边了，怎么花这块怎么监管，这是个问题。所以现在大家对这个“十二五”征求意见稿普遍存在意见，就是不能让这些钱全部都由国营单位这些人支配，得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把民间养老的一些优秀的人才跟经验引进来。因为这些年我们看到中国民间养老
这个好多的敬老院民办的，民办敬老院有个特点，虽然说他也想赚钱也想盈利，但民办敬老院往往有时候比公办敬老院更负责任。当然只要你钱到位，钱到位了，你看伺候得好，各方面这大家也都看到，有好多家庭把老人送到敬老院，往往是送到民办的敬老院，价格给的挺高，把老人伺候的真不错。那么他这方面是有效率的积极的，而国营那方面往往是消极的没效率的。怎么样把这两方面结合呢？这是现在这个“十二五”规划意见稿当中对养老体系大家提出最关切一个问题。那么最好的契合点是什么呢？这规划里面也谈到了，要引入多种多样的合作形式，就让这个国家让政府跟民间有充分的合作。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呢？叫公建民营，就是由这个公家就咱们政府来建硬件，比方说敬老院需要的地皮，政府给解决了；房子，政府给提供了；里头需要硬件的，你比方说什么床位什么都解决了。然后运营这个过程引入民间机构来运营，双方合作。这样的话呢，既保证了政府的投入呢，国有资产不流失，它是硬件嘛，在这存在，同时软件上引入民间的优秀人才和管理经验。所以这个公建民营，这是现在一个主要方向。可是就这个方向呢，实现起来也不那么简单，因为以前呢，咱们也不是没有小范围搞实践。比方说呢，有那么几家敬老院呢，过去搞过这种公建民营。怎么搞呢？它有两种体制，一种体制叫承包制，一种叫委托制。到最后结果我们看呢，都有不理想的层面。你比方说承包制是什么概念呢？比方说咱们政府拿钱把这房子弄下来，你甭管租的也甭管什么的，反正是政府的，政府呢每月收你租金，然后你自负盈亏。就我民营机构来了，我承包这个呢，然后我向社会上说这个哪个老人需要上敬老院，到我这来收多少钱，我自负盈亏，然后每个月呢给政府交租金。其实政府在这个过程扮演个什么角色呢？房东的角色。可是这样没有把政府对这方面投入体现出来，而且民营机构为了逐利，为了挣钱，肯定是想更多的收点钱。如果收不上来钱，因为我们也知道中国有一个最严峻的养老现实，就是我们的老年人普遍比较贫困。农村老年人不用说了，城市里老年人有的退休金很少，你交不起高额养老费，那交不起进了养老院怎么办？养老院可能在服务上就抽条就缩水，最后受害的还是这些老人，就政府的补贴政府的关怀没有体现出来。所以这个承包制呢，在很多城市运营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不干了，就认为这个形式不可以。那么第二种方式出现了，委托制。什么是委托制呢？我举个例子吧，有这方面先进经验。北京就是有个乐坛街道办事处，他这个办事处有不少的这老人，那么呢，他在这块腾出一块地方来，这是公家的地方，政府的地方，收入这些老人，然后引入呢民间机构，这个民营机构呢到这来经营。他实行的是收支两趟线，啥意思呢？从老头这收钱，这是这个政府管，再开支这也是政府管，但是呢这两个不合到一块儿。比方说他这个收入用来支付什么呢？支付这个民营机构的员工的工资，还有里边运营的必要成本，你比方说医药什么这个食宿这些东西。那么这个民营机构干这个怎么体现？他怎么通过什么方式赚钱呢？把整个收入的6%作为管理费交给这家机构。你看这合作的很好，民营机构也有积极性，因为你这人多了，入住满了，有6%的收入作为管理费给我了，然后我这人员工的开支呢都是你这边负担。所以说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委托式合作模式。可是问题呢后来也出现了，就是他开始议定的员工的工资到最后没给人涨，物价都涨了他没涨，人员工不干了。另外一个光给这6%的这个管理费，这个民营机构没有积极性，反正我做到这程度就6%，我做的更好你也是6%。
那么怎么能够体现它的积极性呢？所以这个时候一种先进的模式出现了，就是委托制加监管，然后政府补贴要充分体现。但是我们说，如果“十二五”规划当中指定了政府掏钱，没有把相关配套措施定下来，那么好多地方政府一定会偷懒，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像我刚才说这个，请民营机构又监督又什么的，这个费事有人力成本，好多地方政府不愿意承担的成本。现在这里头还有一些猫腻，有一些地方政府建了敬老院，你看谁建敬老院谁得实惠，国家圈个拨款嘛，这钱就成独立王国了，没有监管了。结果最后敬老院的老人并没有得到更好的照顾，所以说我们首先要做到第一点，千万不能让这些钱都由国营单位全额支配，一定得加强监管。第二个，必须引进民营养老机构的先进经验，来把这些老人的身心各方面照顾得更好。那么我说到这一点，有的朋友可能说，现在确实啊，我们这个养老是个问题，家里头负担也很重，一个孩子养好几个老人，希望自个儿的老人将来能进养老院，减轻负担。而且有不少的老人也说了，我两辈人在一块儿，甚至三辈人在一块儿，待不习惯，我还不如上敬老院呢。反正也有儿子经常来看我了，挺好。现在进敬老院养老啊，这是社会上的一个趋势。今后这独生子女这个小两口负担4个老人，恐怕敬老院更是不可或缺的选择。现在就有很多老人琢磨去敬老院，可是这时候问题出现了。刚才我们说，即使政府拿钱来办这么些敬老院，它还有一个问题，不可能政府管你所有养老的费用。那么老年人也相应的也要掏一些钱。刚才我说了，整个社会上老年人是比较贫困的，退休金各方面，尤其企业退休人员工资很低，还不如机关扫地退休呢，怎么拿这钱？再有一个，即使300万张床位在那放着，恐怕对于庞大的老人人群来讲，有时候也是杯水车薪。所以现在公立养老机构呢，往往要甄别，一般都收什么样的呢？75岁以上的，2级护理以上的，生活不能自理的。那么60岁退休到75岁之间，有不少老人也想到养老院去，但不符合这个条件，有的生活部分能自理，或者说完全可以自理呢，怎么办呢？那你进敬老院你就得拿钱，国家眼下补贴的只能是我们说这个75岁以上啊，或者说不能自理的，或者说无保户这一些，不可能做到所有的退休老人都国家养着，这不现实。那么也就是说，得你自个儿想进敬老院自个儿拿钱，那这个钱从哪儿出？有的说我儿子有钱，那我儿子要没钱呢，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我倒建议大家转变一下观念。什么观念呢？国外有一种非常好的养老模式，在我们国家有的地方也推行过，但是没有政府支持呢，现在这个没推行下去。什么呢？以房养老。什么叫以房养老？以房养老还有个说法叫倒按揭，我一说你就明白。就把你的房子呀，你按揭的时候怎么来的呢？说我买的时候分期付款，每月交多少钱？哎，现在为了养老倒按揭，我这房子在这呢，我也找银行给评估一下，说这房子值多少钱呢？银行给评估说值200万，说呢我呢大概还能活15年，好，200万呢折合到每个月份里边，按月给你钱，你这房子你还住，多咱等老人呢撒手西归了，这房子银行收回去，这叫倒按揭。就正按揭怎么来，倒按揭怎么回去。这种模式呢，比较好的解决了一个问题。比方说啊，咱们现在有的老人呢，就这套房子，退休金也少，有的没退休金。你说让儿女养老吧，有的儿女都下了岗还挺困难的，怎么整呢？这个时候，如果你就挺着在家里指着孩子养老，你生活质量会很低。怎么办呢？我把这房子倒按揭出去，我省着儿子养老，儿子可能自个儿奔命的，下边有孙子呢，也挺困难。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这钱就从房子里出来，等自己撒手西归了，房子收回去收回去了吗？那么把自己后半生，尤其养老这段呢，基本都安排妥了，他能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说到这儿呢，有的朋友觉得说，那是银行多黑呀，那说不定给我们估什么价呢？再说现在房子涨价，今天值100万，明天200万呢，我不亏了吗？各位，你别算那账，房子涨价还可能落价呢。再说保险这东西就这样，如果你没病没灾的，保险费你可能算白交了呢。所以我们只是花钱买个太平。那么至于银行评估那块儿，这一点需要政府给予支持，政府要给银行一定补贴，就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格来评估这个房子，将来可能出现的风险呢，在政府补贴的情况下，银行可以分担一部分。比方说你这房子抵押给银行了，银行到按揭一个月给你多少钱？比方说值200万，明天可能涨300万，你别眼去，银行既然给你这钱呢，收益也归人家，就等于人投入了。但明天可能这房子还不值钱了呢，掉到100万了呢，那银行也受着，跟你没关系。所以风险由那边承担，那么解决的是社会问题，风险要都由银行承担也不公正，所以政府在这时候要给予银行补贴。那么现在到按揭在中国之所以没能够完全推行下去，很重要一点跟政府的补贴、政府的支持没有到位有直接关系。那么这个到按揭在中国要解决的很多现实问题，我想还不止这些。你比方说，我再举个例子，咱们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啊，比方说子女呢到了北京了、上海哪儿买了房子了，还按揭还得很辛苦，可自个儿这边呢，老两口啊兜里有俩钱儿，准备养老的，都给儿女付首付了，付的首付还不够，这儿女按揭他们挣那点钱也还不起呀。所以这时候老两口琢磨，如果我这房能到按揭的话，我既能自个儿花一部分，还能把到按揭的钱一部分给子女，让他们还按揭。也就是说，用这个到按揭支持那个正按揭。有人说这起什么作用吗？作用大了。子女这时候20多岁，你让他挣多少钱不可能，你正好能补贴他，你拿这钱。假如你不补贴他，他就在那苦着。你们这老两口有朝一日撒手西归，这套房子给谁呀？还不是给儿女吗？可是那时候儿女40、50岁了，经济条件已经有好转了，这个房子对于他来讲并不是必须的、急需的。你说你何不好钢用到刀刃上，搁到前头资助他呢？等到你两眼一闭，这房子还给儿女了，他那时候已经不是很需要这个房子了。所以说到按揭有的时候也能支援儿女，也能解决自己养老的一些困难。到岁数大了，这房子往出一抵押，我自个儿养老费用解决了，儿女困难那是困难。当然我们说这个不是说儿女就不管爹妈，咱们现在儿女管爹妈更多是在精神上，隔三差五回去看看呢，陪爸爸聊聊天，陪妈妈洗洗碗呢，这个事儿。那么在经济上，如果老人在这方面通过到按揭能自立的话，减轻儿女的负担，而且老人自我也活得更加有尊严。所以我说这种以房养老的方式应该是比较科学的。目前这个到按揭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里推行的是非常普遍的。当然这个呢跟中国的国情之间有一点差距。你比方说人家那个产权呢非常瓷实的归自个儿，咱们这个70年之后房屋产权政府怎么办？现在还模糊不清呢。所以要想在中国推行这个，首先对于产权这个，我们政府应该有个明确规定。政府对产权规定的清晰了，这个到按揭才能推行下去。另外一个呢，就是政府对房子各方面要有一个恰当的评估机制。另外还有一点呢，在西方国家，它的民俗讲这个，比方说子女到18岁了，我不管你了，你自己奔去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子女呢在精神上有赡养老人的这个义务，在物质上来讲呢，他没有明确规定你要怎么赡养老人。那么中国国情跟那个就不一样，咱们这个法律规定说子女有赡养老人义务，很多子女还拿这个说事儿。那我养了老人，老人这家产我怎么着？你拍拍自个儿胸脯想一想，父母养你容易吗？很不容易。他年轻时候你啃着他，中年你啃着他，到老了你再啃他，这有点是实在说不过去了吧？所以作为咱们每个当儿女的，如果你自己有能力让自己的老人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咱们从精神上物质上不至于让老人抵押房子去。可是你要没有能力的话，你自己的生活顾不过来呢，
那么你这时候再拦着老人到按揭，这就有点太不道德了。老年人有权处置他们的私有财产，谁说那个房子在那儿一定是你的，一定是儿女的？从法律上你恐怕也找不着这样的依据。有的人说那现在我们没房子，各位别说那个话，为啥呢？20多岁跟着起哄喊我没房子，那是你20多岁你就想买房子。可是现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你要60岁以上的，你拍拍胸口扪心自问，有谁没有自我产权的住房？为啥呢？过去咱都分房子，你手里有房子，那房子产权是你自个儿的，对吧？所以这个房你拿出来养老，那是完全正常的。尤其咱们有的老年朋友后来富裕了，还有第2套房、第3套房，你说你何不把这房子拿出来，充实一下自己晚年生活呢？哎，到按揭这钱，我有病防病，没病的话，老两口出去旅游一下，不挺好吗？何必死挺着到自己最后撒手西归了，房子留给儿女了？你说你这个晚年质量，哎呀，反正我说这就在于你能不能想得开。真能想得开的话，观念一转变，再在政府的帮助之下，把到按揭这些体制相应的完善，我认为到那个时候，你想去敬老院去敬老院，想社区养老社区养老，咱手里有钱，咱老年朋友怕啥呀？所以啊，劝您不必死守着那个房子。所以我们说转变观念是什么呢？过去中国人的观念，一个是财产得留给儿子，啊，觉得这是没落到外人呢，肥水不流外人田。第二个呢，养儿防老。其实现在这社会发展，你看养儿已经防不了老了。为什么呢？你这儿子要没出息，他养不起你，怎么办？你这儿子要有出息，弄到美国加拿大哪儿去了，不能在你身边了，怎么办？或者说你这儿子你看他挺困难，你支援他还不够呢，他怎么养你呀？哎，所以诸多的这个问题，更何况有独生子女，小两口要养4个老人，将来甚至可能8421，小两口养8个老人都有可能。你这个时候年轻人负担太重了，所以说养儿防老呢，要向社区养老和这个以房养老这方面转化。我刚才说了，政府这个“12+5”规划呢，会建很多敬老院，但是这个敬老院呢，不可能是政府100%掏钱给你养起来，你要全额指着政府，那也是不对的。所以咱自个儿要掏点钱呢，要能享受到这种不牵累儿女的这样的快乐的晚年生活呢，恐怕把你这个房子变成现实当中的养老金，这个应该是绝对可行的方法。所以我们说，一方面我们呼吁政府快点完善这个到按揭制度，扶持银行各个方面理顺一些评估制度。另外一方面呢，咱们每一个老年人也要转变自己的观念，好好想想，你把自己的晚年生活安排好，其实就在最大程度的解决了儿女的一些燃眉之急。国务院法制办对外公布了居住证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在这个征求意见稿里，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居住证应该享受的公共服务和基本便利，同时呢，也提出了居住证与户籍要做到同城同权。那么说，是不是就此户籍改革就走上了破冰之旅呢？就走上了金光大道呢？那是不是说户籍和居住证从此就完全一样了呢？我们看画面上呢，这位老百姓啊，拿着一个浙江省的居住证，笑逐颜开。也确实，眼下呢，中国社会啊，它这个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城与城之间的人口流动规模非常大。那么这就造就了一大批的城市外来人口，就是事实上他已经在这个城市里生存了，给这个城市的建设呀做了很多贡献了，自己也在这生活了，也纳了税了。可是长期以来，由于户籍不是这个地方的，享受不到这个城市该有的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务。可是现在问题就是呢，如果户籍都放开了，大家都奔这个公共服务好的地方，都奔北京、上海啊、广州、深圳来了，那么这些城市又受不了，大量的人口转移会给城市的公共服务带来很大的压力。提升公共服务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眼下又没法呢完全的放开户籍。那么在这个没法完全放开户籍以及保证居民的基本的公共权利层面，这两方面要中和，找到一条适合的道路。所以说居住证是一种暂时的过渡办法。这个什么是居住证呢？其实居住证啊非常像这个
比方说美国绿卡，这个绿卡你注意，它不是美国的这个公民证，并不是这个概念。绿卡呢是代表着，比方说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就是你拿到这绿卡呢，你就可以在美国永久的待了，该享受的服务该有，但是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是绿卡不具备的。你比方说，你不是在美国出生，那你就不能参选美国总统。咱们前面就有讲过，施瓦辛格那都当上加州的州长了，可是问题，施瓦辛格是奥地利人，在奥地利出生，那他就永远不能像作为演员的同行罗纳德·里根那样当选美国总统去，就他没有资格参选。其实在这一次居住证管理办法公布之前呢，上海啊、广州啊、深圳啊、北京啊、西安啊、青岛已经有好多个地方开始尝试这个居住证制度。这个居住证制度呢，跟大家耳熟能详的暂住证制度，你别看就差一个字，它代表着政府管理思维的系统的转化。暂住证是什么呢？暂住证主要是为了管理，尤其是为了方便公安部门管理。就是我得知道有多少短暂的来到这个城市的人口，我怎么能够管理它？我得知道有多少人他在哪个方向方位。所以暂住证呢，主要是倾向于管理，尤其是公安部门的管理，着眼于社会治安。但是居住证不是了。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口到城市里打工，过一阵要回去。但是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21世纪，相当多的人来到城市不走了，他要留在这儿生活。所以你再说他暂住，这就不合适了，人家也不是暂住。而且这些人给城市建设呢，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劳动，也播撒下辛勤的汗水，应该给这些人相对同等的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和便利。所以这个时候居住证的概念就已经不是管理了，变成服务了。你别看暂住证到居住证就一字之差，它是体现了政府的思维由原来的管理走向服务。所以这一字之差代表着整个政府管理思维的一种转换。那么有人说，这一次居住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这出台了，是不是今后我们所有方面的公共权利就可以平权了，大家就可以一视同仁了，跟本地户籍人一样了呢？咱们这样，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次居住证管理办法当中对这些方面相关规定有哪些具体的东西。2014年12月4日，国务院法制办对外发布了居住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中规定，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证当地享受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9项基本公共服务和6大便利，其中9项基本服务包括免费接受义务教育、平等享有劳动就业权利、基本公共就业服务、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等多项权利。除了这9项基本公共服务，居住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还规定了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享受6大便利，包括报名参加职业资格考试、申请授予职业资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出入境证件、办理生育服务证等。对于备受关注的落户问题，居住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按照不同等级城市分别确定落户门槛，主要分为县治镇和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其中门槛最高的是特大城市。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可以具有稳定就业和稳定住所、参加社会保险年限、连续居住年限等为主要指标，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合理设置积分分值。其实啊，如果你仔细的分析一下这次居住证管理办法的相关内容，你会发现从大方向来讲，不是说眼下这情况一有这管理办法出台了，一下子就破冰了，稀里哗啦都解决了，不是那个样子。你看再具体分析一下，你就这里边呢，它分成那么2类，对于居住证的这个所该得的权利，一类叫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基本便利，第2类叫逐步获得的基本权利。你可别小瞧这个表述上的很模糊，但其实态度很鲜明。你看
他前面提到的，就是你拿到居住证就必须能够获得的公共服务，就眼下马上就可以得到的是什么呢？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再一个，公共服务里边还有社会保险呢，包括住房公积金了。我说到这城市里我上保险，他一样得接纳。住房公积金部门也是这样一个道理。这里边有一些细节，你比方说这个在居住当地就办理这个出入境证件，这个确实是有好处。因为你比方说你的户口，假如说你户口在这个浙江，完你在北京工作，假如你要出国，你就得到户籍所在地，就回老家去办理我出国的护照或者其他签证，得这么办。你在北京办不了。那么今后如果这居住证制度能把这个解决了，我就地就办，我是不是省着回去跑去了？再一个，涉及更多的人是这个生育证明。你假如说我黑龙江人要生孩子，我在这个上海工作，我还得回老家办生育证明，这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呢，这两点呢，也不是说就没有地方能实现。现在好多城市的居住证已经能解决这问题了，只不过这次提出来是要求，只要你这地方有居住证制度，那就要求所有地方都要解决这样的便利。所以这是我们要明确的第一点。第二点，这里边最重要的是说到要逐步获得的一些权利。这里有什么呢？包括这个中等职业教育的补助啊，更重要的是随迁子女参加中考和高考的权利，这个是核心内容。我们都知道这一年这个家长带孩子在这儿已经就在这儿上学工作了多少年了，可是到中考高考不能参加，没这资格。你说要再回到老家去吗？两个地方教材都不一样，孩子这教育没法衔接了。所以有的人呢，提前把孩子弄回老家，造成了这空巢子女，跟家长分开。来自四川的王先生已经在上海漂了6年。说起身在异乡，最困扰他的还是儿子的高考问题。因为按照规定，待他儿子高考时必须返回原籍。不过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的出台，让一家人看到了希望。2013年7月1日，上海市正式实行《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将异地高考与居住证挂钩。按照规定，上海市将对在上海合法稳定居住和就业的持证人进行积分管理，将其个人情况和实际贡献转化为相应的分值。随着持证人在上海居住、工作和缴纳社保年限增加，以及学历、职称等的提升，他的积分也在增加。一旦达到标准分值后，就能够享受相应的公共服务待遇。而累计积分满120分的持证人，其同住子女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在上海参加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今年5月，王先生终于拿到了上海市居住证。对于儿子高考再也不用回原籍，王先生说，现在终于有点归属感了。而在国务院法制办此次公布的《居住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也明确规定了持有居住证将逐步享有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中考和高考的权利。所以就是涉及到这里说的逐步要获得的这些公共权利，这才是居住证的焦点。你房子限购，买车要摇号等等等等，包括我说这个参加中考高考的这个权利，这才是核心问题，这才是眼下问题最集中的地方所在。这部分呢，在居住证管理办法呢列为要逐步获得，眼下还获得不了。其实居住证管理方法呢是时代发展到的这儿必须得推出来的，但是必须推进呢又面临着诸多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不可能用一个方法嘁哩咔嚓都解决，所以在这时候他不得不过渡性的出台一个居住证管理办法，等于在一定程度上告诉大家我们指明了方向。它这个大背景是什么呢？首先一个城镇化，现在我们国家要积极推进城镇化。我们也知道城镇化呢
不能是光土地城镇化，它主要是人的城镇化。那么城镇化的过程当中，大量人口由农业转向非农业领域，进入城市里边。我这城市建设靠大量的外地人来给我建，那么如果这些人基本权利满足不了，他们将来要么回到农村，要么向更大的城市去流动。我这个比方说2、3线城市以下的，那很可能得不到城市建设宝贵的人力资源。所以城市化要想能够推进，你必须得给这些外来人口以一定的基本权利和服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4个1线城市，北上广深，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它和2、3线以下城市不一样，它的公共资源太好了。我曾经说过，像北京，方圆3、4平方公里的地方就能有3、4家3甲医院，就能有5、6家985、211的大学。你想看戏，这个大剧院，那个电影院，什么文化设施都有。那它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势必大量的人口会往这涌入。回到老家一看，上北京差远了，他起码精神世界的享受差多了。所以只要能活下去，他愿意在这城市里待着。所以如果你现在要给北京居住证都放开了，所有服务都给了，那得多少人往北上广深涌入？这个大城市不堪重负。所以咱们18届3中全会的决议里边就有一条，对特大城市要设立进入的门槛。而这方面呢，一些具体要求，避免大城市人口膨胀带来很多城市病，和我刚才说的城镇化需要给人力资源能留得住他们一些基本条件，这是2个层面的事儿。因为中小城市需要这些人建设，大城市现在需要更高素质的人进来，所以它是不同的利益诉求。而这种不同的利益诉求又偏偏在居住证这个前提下要赋予同等的公共服务，但仔细一琢磨呢，还不能这么看。为啥呢？因为它这里头确实有很实惠的地方，不能这么看。为啥呢？因为它这里头确实有很实惠的地方。有2类人在这个居住证面前获利了，一类呢是一部分农民。这个农民现在呢，有人说从农村出来，他想进入城市，想获得城市户籍跟居住证，不完全是。有相当多的农民到城市里打工，人家可不想要城市户口。为啥？要城市户口同时意味着农村户口没了。现在农村户口值钱了，那宅基地呀，还是土地承包权呢、流转权了，这值钱了。就是如果一个农民有农村户口还在的话，他起码拥有什么呢？土地承包的经营权，农村集体收益的分配权，以及宅基地使用权，3大基本权利。这它是获利的，而且这个现在来看，尤其是离城市近的农村很值钱。我不可能到城市里来，我来打工来，我就不要农村户口，我得要啊。但是我在城市待着，我还想获得城市居民的基本权利。有居住证好了，那边户口不用放弃，我这边依然能够得到城市权利。所以事实上，一部分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的农民工获得实惠了。再第二个，一些老年人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户口是这儿的，到晚年了，有的是跟着子女跑到一些中小城市，你要不到三亚啊，或者我到什么香格里拉，到哪个地方，这些地方住了。那一方面我不想放弃北京、上海户口，但同时呢，我还又想得到当地城市给我的一些便利服务。你像这养老啊、看病啊、乘坐公交车等等，这部分老年人得实惠。所以说，这个居住证管理办法呢，使这2部分不想放弃农村户口的农民工，以及户口在大城市的中老年人到小城市去居住，这2部分人事实上获利了。而且更为主要的是呢，这个居住证管理办法在一定程度来说呢，等于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将来我们一定要这么干，早晚我们得这样。这个以前虽然在各种文件里也提到了，但没有像居住证管理办法一样这么集中清晰的体现出这个方向。所以眼下看呢，将来向哪个方向走，咱们基本已经明确了。可能更多的朋友会关心北上广深4个地方它的居住证的一些东西。咱们可以这样，咱先通过一段短片看看北上广深眼下执行的居住证里边，它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在目前实行居住证制度的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居住证最受公众关心。据了解，
持有北京工作居住证的人，在工作、生活等方面可享受北京市市民待遇，而办理北京工作居住证需由个人向单位提出申请，而单位也必须具有相应资格，而且对于个人薪资水平更是有硬性要求，至少要高于北京市平均工资才能申请工作居住证。跟北京相比，上海的居住证申请门槛要低得多，仅仅需要在上海参加职工社会保险满6个月就可以了。而有了上海居住证，则可以享有在医疗卫生、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申请转为常住户口的权益。而广东实施的居住证政策，则要按申请人的专业、行业、地区、参与项目不同等级计入总分，按分数办理，享受积分入户、子女入学、医疗保障、公租房申请等公共服务。相比较而言，深圳人才居住证的申请条件规定的更加宽泛，只要已满16周岁，并在深圳市居住30天以上的非深圳户籍人员都可申请居住证。其实我们一看就看明白了，上海、广州、深圳这个办居住证呢相对容易一点，那它办的容易，它含金量就低；而北京办起来最难，它含金量就高。你看，对于一些中小城镇，我说了，办理居住证条件太简单了，就满足这个有固定工作、有稳定的就业、稳定的住所，以及在这个城市待半年以上，或者子女能连续就读，满足一个条件就可以给你办居住证。为啥呢？他希望你办居住证，在这城市能稳当待下来。而北京不是，北京这么多人涌进来，他受不了，所以他居住证办的特别苛刻。那又是什么技术人才啊，又是对这城市得相关对这城市发展有利的这个行业啊，在这单位得担保啊，等等等等。所以北京的居住证是最难办的，而且它含金量也最高。除了这3年1签，以及呢你的孩子不能参加高考以外，剩下跟北京户口一样，我房子也不限购了，我可以买了。所以北京的居住证含金量高。所以你看，真正按照居住证管理办法这些条款要理想化的话，那这北京，你想这居住证不得爆棚啊？得有多少人想办呢？所以现实当中，它一定会有一个门槛，一定会一点点来，它不可能像居住证管理办法一说都通过了，逐年就获取了。这个呢，我请观众朋友们也理解，中国太大了。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特点，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难处，而且这些城市的利益诉求往往不一样，你很难按照整齐划一的一个文件、一条法令把所有的事都管好。如果你这么一刀切下去，各地方利益诉求不一样，就非常容易摁起葫芦起了瓢。所以我们的政府机构呢，一定得充分考虑这个情况。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愿意把居住证管理办法呢看作是物权法、劳动合同法一样这样的法规，就是当时间到了现在，必须要出台一个东西来告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要向哪个方向保障老百姓的基本权利。